我叫林穗，是妈妈被拐卖生下的女儿。妈妈被解救的当天，所有人都叫我去。林小姐想说些什么吗？顾清然在那里。妈，别怕，我在。能说说被拐卖的这些年，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怎么熬？日日流泪，夜夜煎熬。好在我盼了这么多年，林老跟着人贩子终于死了，我终于逃出来了。可我想不明白，穗穗，妈那么疼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妈？如果不是你3番2次告密，妈早就能回到外公身边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妈？林穗同学，你母亲顾清然女士是首富顾家的千金，你只要跟着她逃出去，就能住别墅、坐豪车、穿名牌。你为什么要告命？对呀，你到底图什么？妈哪里做的不好？为什么一定要帮你的人贩子爹拴住我？记者姐姐，你想知道原因的话，得答应我2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第一，开一场全球直播，让所有人都能看见今天发生的一切。为什么？这样只会让你被所有人唾弃。一个受害者的女儿，3番4次的帮人贩子阻止妈妈逃跑，这个忘恩负义的故事，足以让全网掀起轩然大波。记者姐姐，答应我吧，我保证这笔交易你不会吃亏的。好，开全球直播。很好。那我的第2个要求，是在全世界面前曝光我父亲这些年的日记，将真相公之于众。看他妈受苦的日记，这不是揭伤疤吗？该不会是想耍么花招吧？我同意看日记，我想知道为什么我10月怀胎生下的亲骨肉要这样对我。妈，不能看，不然……我也支持看日记，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性本善，看似善良的未必是好人，人贩子的孩子也未必是坏种。所以，我想给这孩子一次辩白机会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苦衷。既然没人反对，那就打开日记看吧。01年5月10号，今天隔壁老王头又来要债了，我让我老婆陪他睡觉抵账，没想到那贱人还敢反抗，幸好老大站在我这边。林老哥，你要是敢逼我去陪那些恶心的畜生，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！贱人！老子花3000块钱买来的贱骨头，老子要你陪谁睡，你就得陪谁睡！不听话，老子打死你！爸爸，别打妈妈了，别打了，求求你了！爸妈不听话，用这个打。穗穗，你好，很好，你这小白眼狼比老子的心还硬，有意思。
你他妈还是人吗？老子现在就弄死你这个畜生！放开我！老子要弄死他！放开我！你老跟蠢畜生死10000次都不够！我真是开眼了！亲妈被这么欺负，这贱种还亲手递棍子，你有没有心？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这他妈连畜生都不如！好好的首富千金就这么被毁了，痛心！这父女俩怎么不一起死啊？林森是贱种，死刑都不够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妈妈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了？姐，她万一是真有什么苦衷呢？是吧，姐？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，只要将剩下的日记看完就行了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这其中真的有隐情？03年9月5号，今天老二那小贱种居然想偷偷帮他妈通风报信，幸好老大跟我说了。弟弟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弟干啥去？不知道，不过我看他往衣服里藏东西了，可能是妈给他的。小兔崽子，找死！小兔崽子，我让你报信儿！我让你报信儿，让祖宗好好看看我林家出了个白眼狼！我要找执法员叔叔，我要当救出姐姐跟妈妈的男子汉。老二要不是个男娃，我早把他打死了。哎，可惜忠诚的老大不带把。姐，我那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8岁，你弟弟才8岁的时候已经想着保护你这个姐姐了，你呢？你干了什么？你配当人吗？岁岁，妍妍才8岁就想着保护你了，你怎么舍得这样对她呀？你的心还是肉做的吗？他看弟弟被打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冷血动物！这种人真的没救了！别看了，直接把人带走！这种人还有什么好审的？直接抓起来，进监狱也好，去少管所也罢，绝不能让他这种变态危害人间。就剩下2篇日记了，不继续看，你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。你们确定吗？不如我们看完吧。我总觉得这小姑娘不对劲。2005年7月3号，我快气疯了。今天老大被那贱人和老二策反了。岁岁，妍妍，听妈妈说，等会儿咱们从后门走，一路往东跑，跑到镇上，找到派出所，咱就得救了。记住，千万别出声，出声就完了。等我们逃出去以后，妈妈带你们回顾家，外公有大房子，有吃不完的肉，你们可以去上学，背新书包，穿新衣裳，再也不用挨打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妈一定会带你们逃出去，过上好日子，到时候没人能欺负咱们了。快跟上！难不成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否则他没理由告密啊！幸好，老大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。快走！不，爸妈要跑了，你快来啊！快来啊！岁岁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妈的，这贱人还敢跑！快跑！他们！爷爷快跑，去找外公！别管妈妈，别回头，跑！
你还敢跑？我打断你的腿！幸好老大吼了那嗓子，不然我得血亏3000，还得是他，不仅能帮忙干活，还能替我双手。你为什么放着首富千金的女儿不当，非要当人贩子的帮凶？贱骨头没救了，就因为你这一嗓子，你妈落了一辈子残疾，你还有脸站这儿？是啊，你到底图什么？你说啊！还有脸来！把这一页的日记看了吧，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。还看什么看？别跟他废话了。就是，越看这小畜生越觉得恶心。真相，你还要什么真相？你出卖我，出卖你弟，最后连自己的生路都斩断。林穗，你真的是个恶魔！你别以为妈不知道，林老根病得快死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卖血救他？要是林老根病死了，我根本逃不出来。穗穗，你就那么恨我吗？他是不是有病？对那个人贩子这么好，对自己的妈妈弟弟那么狠，对施暴者倒是尽心尽力。越看越觉得这畜生恶心，天生的贱种。你妈说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的？对，都是真的。那你还让我们召开今天的发布会？你知不知道这些内容一揭露，只会更加证明你是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？我做记者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这么冷血的人。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毁了你妈一辈子？你居然卖血求那个畜生多活几天，你有没有心？姐，你去坐牢吧，你没救了。记者姐姐，我相信你力排众议坚持到现在，不仅是因为心疼我，还是想知道一个独家秘闻。所以你确定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，也不播下去吗？够了，不许看！为什么不许看？妈妈，给我一个解释。因为妈不想知道你怎么伺候的那个人，更不想知道你是怎么阻止我们逃跑的。我不想接受自己生的孩子是最大的帮凶，更不愿再回忆那段日子。穗穗，你看看妈妈这条腿，再看看你弟弟身上那些伤疤，妈妈就是想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。不管什么理由，都不能成为他助纣为虐、残害亲人的借口。对，错就是错，不管什么理由，犯下的罪都洗不清。就是，还想靠日记洗白，做梦！大家千万不要再被这恶心的日记误导了，一定要让这个满身罪恶的女孩付出惨重代价。要不是你，我和妈妈根本不可能受这么多罪。对，赶紧把这女孩关起来。这就是个天生的坏种。这个零碎简直不是人。这种人渣，活着就是浪费空气。你们无理由的谩骂我、羞辱我，我忍了。可你们就真的不想看看2006年4月1号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想知道我妈为什么这么害怕，不敢让你们知道这一天的真相吗？顾女士，要不你给大家看看吧。不对劲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一页如果公之于众，一定会引爆全网的。真相终于要来了。
2006年4月1日，今天那个和顾清然有血缘关系的人又来了。当初要不是收了钱，我上哪儿拐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？怎么可能？林老根的日记里怎么会写这个？跟顾清然有血缘关系的亲属，那岂不就是顾家人吗？胡说，全都是胡说！林穗，我家里人对我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害我？妈妈，日记是爸写的，千真万确。你怎么这么激动？是在害怕什么吗？我能害怕什么？我只是生气，生气自己被你害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你还要往我家人身上泼脏水！姐，林老根死了，妈好不容易回到顾家，你为什么还要帮着林老根毁掉妈唯一的依靠？林穗，你说这日记是真的，可光凭一本日记证明不了什么，你能拿出其他证据吗？日记就是证据，你们不信，可以去查当年的报案记录，查当年到底是谁报的失踪，查顾家。这是在干什么？顾家人怎么来了？你就是林穗。嗯。听说你用本破日记指控我们顾家人是拐卖顾清然的真凶？不是指控，是日记上写的很清楚，拐卖我妈的真凶就是你们顾家人。放屁！我顾宏远这辈子都把清然当掌上明珠，整个顾家这些年都在苦苦寻找清然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凭什么污蔑我们？林穗，我知道你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，心里可能不太正常。但你不能为了洗白自己就把脏水我们身上泼。你妈已经够苦了。是啊，穗穗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呢？你妈妈受的苦还不够多吗？哇，这顾家人也太善良了吧！被这么污蔑还好好说话。林穗，你看看人家的格局，你配吗？前面的日记是真的，但最后一页肯定是假的，林穗造假。外公，以您的实力，找个笔迹鉴定专家不难吧？让专家来鉴定一下，这最后一页到底是不是林老根写的，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不能找专家，不能！不能找专家！为什么不让找专家？对呀，如果这日记是假的，找了不更能证明顾家人的清白吗？顾女士，您为什么不让找专家？如果日记是假的，鉴定一下不就能还您和家人的清白了吗？我没有不让找，我只是因为我不想再被这件事儿折磨了。那页日记不管真假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林穗他对不起我，他害了我一辈子。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？对啊，怎么感觉他在躲？正常反应不应该是巴不得鉴定吗？妈，你在怕什么？我没有怕，我只是不想再回忆那些事儿了。既然意见不统一，我们投票表决吧。在场所有记者同意找笔迹鉴定专家的，请举手。好的，全票通过。既然大家想看，那就鉴定吧。我顾宏远，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查。清然，让他们查。
鉴定结果出来了，这最后一页的笔记是。最后一页的笔记是与前面完全不同的，所以这一段日记是伪造的。我去，果然是假的，我就知道。林穗，你真的没救了，到这时候还想骗人？这骗子拿假日记来糊弄我们，浪费大家感情。穗穗，外公不怪你，你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长大，心理扭曲也正常。没错，穗穗，心理有问题，我们就去治。顾家会出钱让你去最好的精神病院，好好治疗。你还年轻，还有救。我就知道他是骗人的，我的亲骨肉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姐，你太让我恶心了。如果你不跟妈和外公一家道歉，那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我说了，日记是真的，最后一页也是真的，反而是这专家在骗你们。鉴定报告都说是假的，你还嘴硬？到这份上了，还在狡辩，你到底有没有羞耻心？林穗，你承认自己造假了那一页日记吧，否则他们真的会把你送去执法局的。记者姐姐，我没有造假，就算是被送去测谎，也只能证明我说的是真话。大家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机会，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撒谎狡辩，就别怪外公不讲情面了。来人，把这小丫头送去执法局，好好拷打。林穗，你涉嫌伪造证据，扰乱公共秩序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所有人都想把我送去测谎，可他们并不知道，我根本没有撒谎。我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，真相马上就会大白天下。我是总台记者李文，刚已向上级申请这次测谎监测的直播权限。林穗，测谎监测的过程我申请了全程直播，你要真没撒谎，就证明给所有人看。没问题，毕竟我本就没撒谎。来了，这林旭还真是全身上下嘴最硬。鉴定结果，我就不信再测谎一下他还能撒要我谎。说，林旭这种人就应该狠狠关在精神病院电击治疗，还费什么力测谎？林穗，你为什么要伪造日记？我没有伪造。专家鉴定都说那是假的，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觉得我在撒谎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从小对人贩子唯命是从，出卖亲妈，出卖弟弟，看到他们受苦毫无反应。别废话了，撒没撒谎，你们测试不就知道了？你不怕？不怕。林穗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。林穗同学，接下来我会问你几组与林老根相关的问题，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第一个问题，那本日记的内容是你自己亲手写的吗？不是，是林老根写的。
他竟然没有撒谎。第二个问题，日记最后一页关于拐卖你母亲的真凶是顾家亲属，这一页的内容是林老根亲笔写的吗？是。续线好像没怎么动，难不成他从头到尾说的都是真话？真凶真是顾家人？那真凶到底是谁啊？我好着急，好想知道。第三个问题，请你告诉我，真凶是谁？抱歉，医生，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。何况这个问题应该不在询问范围内吧？我没有义务回答您。不是，这个林穗也太吓人了吧！我感觉他智商是不是很高啊？居然把专业医生耍着玩。哪有那么玄乎？我看就是这个测谎仪不好使。行，第四个问题，林穗，你弟铁棍告发弟弟出卖母亲逃跑，你做这些事儿的时候目的是什么？或者说，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帮助林老根残害你的母亲和弟弟，是还是不是？是，我就是为了害他们。跳了，曲线变了。他回答是的时候测谎仪爆了，他在撒谎。难不成当初他弟铁棍告密出卖妈妈不是为了害他们？我真的很好奇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林穗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这怎么审啊？林穗，你究竟一直在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李记者，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好。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？记者姐姐，结果你也看到了，我没撒谎。我知道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就算你没撒谎，你在灵堂上被公开的那些事儿，弟铁棍告发弟弟出卖你妈逃跑，这些事儿都是真的，你自己也亲口认了，没有撒谎，不代表你是好人。你让我帮你开直播，我开了。你说要看日记，我看了。你说日记最后一页是真的，可鉴定结果却是假的。虽然测谎仪显示你没撒谎，可也只能说明你是个清醒的人，清醒的做了那些事儿。李文说的对，没有撒谎更该死。清醒的害自己亲妈亲弟，比装疯卖傻可怕10000倍。李文记者清醒，别被他的测试结果带偏了。记者姐姐，你说完了吗？说完我就先走了。你就不想为自己辩解点什么？不想。站住！那你让我来这里干什么？看你怎么通过测谎把我们耍得团团转，怎么拿到一份心理健康证明，然后光明正大的走出这扇门。不，我让你来是因为我想让你跟我一起走。毕竟我有东西给你看，让你知道我妈妈当年被拐卖的真相是怎样的。记者姐姐，这个谜团的答案，我想你和全国观众都会很想知道吧？什么真相？什么东西？马上就会揭晓了，但不是在这里。你要跟我回林家老宅。别去，肯定是他。李文记者，你要是去了就是脑子有病。这女的又在耍什么花招？如果你又骗我呢？很快，你就会知道，我由始至终都没有骗你。好，我再信你一次。他们这些年就住这种地方，
李记者，这边。你在找什么？记者姐姐，真相就在这里面。这就是真相。如果这是真相，那也太让人毛骨悚然了。现在，你愿意帮我了吧？到底是什么？李文，你说话呀！毛骨悚然是什么意思？急死我了！林穗到底拿了什么出来？我一定会把真相告诉大家。李文记者，你说你看到了重要证据，但你必须告诉我们是什么，否则我们无法做判断。抱歉，我不能说出录像的具体内容。我答应了林穗，在合适的时期由她自己公开。但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是，林穗必须回顾家，因为这是唯一能让真相大白的机会。你确定？以我作为记者的职业信誉担保，并且愿意承担连带责任。从报告来看，林穗具有完整的道德认知能力和共情能力，她可以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。我这边没有理由拒绝她重返社会。既然心理评估通过，李文记者又愿意担保，那我们同意他回顾家，但条件是必须有专人定期回访，确保顾家人的同意，以及确保林穗不再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。谢谢。林穗，经多方协商认定，你可以回到顾家重新生活。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希望你在我身上安装一个微型摄像头，帮我安排一场秘密直播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明知道。记者姐姐，你看了录像，你也知道不这样做，世人永远不会知道真相，不是吗？行，我帮你，但你注意安全。这是我家。
我靠，怎么回事？我竟然被推送了林穗回顾家的秘密直播。这件事真是越来越扑朔迷离了。李文，你到底和这小畜生之间发生了什么？那录像里面到底又是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让他去顾家？顾家人同意了吗？顾家倒了8辈子血霉，要接待这个畜生。顾家人会怎么对他？肯定轰出去吧。顾家又不是做慈善的，亲女儿都被他害成这样了，还收留他？顾家不是早就表态说不追究他了吗？说不定真会好好接待呢。前面的你脑子有坑吧？不追究不代表要住一起啊！别吵了，你们猜顾宏远会甩门砸脸，还是直接报警？穗穗来了，路上辛苦了。是我疯了吗？顾宏远居然笑着迎接林穗，顾总是被下蛊了吧？这女人在临床上污蔑他是拐卖真凶啊！顾家人的格局我真的不懂，换我直接抄扫帚了。穗穗，快进来，外面风大，别吹着了。他什么态度啊？人家全家出来迎接他，顾家欠你的吗？这女的有病吧？就没见过这么不识好歹的人。穗穗，你来了。亲妈站在面前，她就这个反应？顾清然腿都被他害瘸了，他一句道歉都没有。这种人是真的没心，我真的要气死了！好了好了，清然，穗穗刚回来，让她先休息。穗穗，外公让人给你收拾了一间客房，在3楼，你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跟佣人说。穗穗来了，来，坐这里。尝尝这个，昨日听清然提到你爱吃，我特意吩咐厨房做的。我不爱吃。这女的到底想怎样？不爱吃螃蟹也不至于摆谱吧？就是吃不爱吃的东西也可以好好说啊，人家给你夹菜是尊重你。顾家的耐心是有限的吧？你别太得寸进尺。没事，穗穗，你喜欢什么就直接跟厨房说，外公让厨师专门给你做。一家人嘛，不要客套。林穗，你不配有这种外公，求求顾家把他赶走吧。顾总真的是大善人，被这么对待还笑。外公，你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你夹的食物，我觉得恶心，所以我不爱吃。我操，这林穗简直不能用有病来形容了，他还是人吗？外公好心给他夹菜，他居然这副态度，顾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摊上这么个恶毒种。够了，林穗，你既然嫌恶心，那你还来顾家做什么？你给我现在就滚出去！滚，顾清然。你真的敢让我滚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本来就是流着林老根血脉的杂种，既然学不会尊重人，就给我滚出去！顾清然骂得好，林穗这杂种不配在顾家待着。这女的肯定没安好心，搞不好又是来害顾清然的。就是，拥有顾家这么有钱有爱的家庭，居然不感恩，反倒嫌人恶心，真是不知好歹。我来顾家，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妈的家。我虽姓林，但我也是顾家的血脉。你还有脸提血脉？你知道血脉2个字怎么写吗？你当年地铁棍的时候想过血脉吗？
出卖爷爷的时候想过血脉吗？你喊那一声害我被打断腿的时候想过血脉吗？你说，顾清然，你说这些的时候良心不会痛吗？在那个村子里，你存在的意义就是替他干活，替他生娃，替他挣钱。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，你拿什么来保我和林岩？你说我递铁棍，我不递林老根就不打你了吗？你说我出卖林岩，我不说林老根就查不出来了吗？你说我喊那一嗓子，我不喊，你真以为你能跑得掉？全村几十双眼睛盯着，包弟弟外面是高速，你拖着我们2个连10岁都不到的孩子往哪儿跑？你懦弱，你保护不了自己，怎么能怪我害了你？他妈受了20年的苦，他居然嫌人家没有本事保护自己。我血压真的上来了，报警吧，叫执法员来把林穗抓走。林穗这套说辞就是把受害者往死里踩，太恶心了。姐，你别跟他生气。穗穗刚从那种环境回来，说话不好听也正常。穗穗，你也别总是惹妈妈伤心了。来，姨妈给你准备了漂亮房间，走。我操，这个房间太梦幻了，我酸了。顾家也太用心了吧，这么多名牌。林穗，你睁开眼睛看看行不行？全家人这么用心对你。穗穗，这是三姨专门给你准备的房间，窗帘颜色、床帽款式、衣柜里的衣服都是三姨亲自挑的。你要是不喜欢，随时可以换。又是那种东西。就这，三姨，你的品味也不怎么样。他到底要怎样？顾婉华专门给他布置的房间，他来一句品味不怎么样。这女的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？呀，我要脑溢血了！求求顾家别再对她好了，她不配，她不配。那穗穗喜欢什么样的？三姨重新给你弄。不用麻烦了，你要是真心对我好，不用给我布置这些，直接将名下房产都过户给我就可以了。他说什么？直接要房产？我服了！这女的不但没教养，还贪得无厌。顾家欠你的吗？你哪来的脸开口要房子？好，三姨答应你。不是吧？真答应？这就答应了？顾婉华，你疯了！他这么作践你，你还给他房子？唉，顾家到底欠他什么啊？一次次无底线纵容，越纵容越过分，这溺爱真的毫无底线。穗穗，你从小在林家那种地方长大，吃了那么多苦，没感受过家的温暖，你变成现在这样，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太没安全感了。三姨不怪你。我破防了，顾婉华也太好了吧！林穗，你听到了吗？人家这么理解你，你就不能有点良心吗？泪目了，顾家人真的一个比一个善良。被骂品味 low， 被开口要房子，他还替林穗找理由。穗穗，你三姨为你费了不少心。不过你说的对，光布置房间确实不够实在。舅舅也给你准备了惊喜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
穗穗，这就是舅舅给你准备的礼物。什么？既然你是顾家的血脉，自然应该接受最好的教育。明华国际学校是我市最好的国际学校，以你的年纪可以插班读高3，明年直接参加高考，学费、生活费顾家全包。上学，舅舅，我没兴趣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说了，要遗产，不要学位。我是首富千金的女儿，你随便打发我去上学，不如直接把我的那份遗产给我。他是来分家产的吧？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顾家人别再包容他了，他不是回来认亲的，是回来吸血的。既然穗穗开口了，明常你就应下。穗穗想要遗产，外公给你。回头让律师拟一份股权转让协议，把外公名下5%的股份划到你名下，算是一点心意。5%的顾氏股份，那是多少钱？你们算过吗？顾总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他这么对你，还给他股份？我酸了，我真酸了！林穗，你凭什么？5%，顾宏远，你倒是舍得下本，我倒要看你们这群人能忍到什么时候。我的天，顾宏远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股份说给就给。妈！妈，你没事吧？来人啊！快叫救护车！快叫医生！快叫医生！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！医生，快叫医生！林穗，妈，你别吓我！快，备车，送医院！病人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什么？顾庆然女士的身体因长期遭受虐待殴打，多处器官功能严重受损，尤其是肾脏已经严重坏死，保守估计只剩半年时间。医生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多少钱都可以，只要能治好庆然。唯一的办法是肾脏移植，如果有合适的肾源供体，
移植后病人有可能恢复健康，亲属之间配型成功概率更高，建议先做配型检测。都去，只要是顾家的人，都去做检测。这位是病人的女儿吧？直系亲属配型成功概率最大，建议也测一下。让他测，不管捐不捐，妈都认。配型结果出来了，林穗的肾脏与顾清然女士完全匹配，理论上可以立即安排移植手术。我不捐。林穗，你姐，明明只要捐个肾妈就能活，你为什么这么残忍？你还没测呢，你是他爸，要捐也该是你捐。我测。爸，肾源我们可以再找，没必要你去折腾的。是啊，爸，我们再找找。爸，没事的，能再见到你们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等到什么时候？我现在就去检测。好消息，顾总的肾源也与顾女士高度匹配，可以移植。清然，爸捐，穗穗她还年轻，她在林家受了那么多罪，身体底子也不好，爸欠你这些年的，就用一个肾来补偿。爸，没事的，我们可以再找的。是啊，爸，您年龄这么大了，别折腾了。爸，我知道你疼我，可是我不行，我不能要你的肾啊！你们都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这次爸救你。真能装，只是这场戏，看你们到底还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说完了，我没兴趣了，那我回去睡觉了。姐，我有一个问题。林岩，你这么维护顾家人，该不会是知道真凶是谁，却还是选择隐瞒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你要是还有点脑子和良知，就离那人远点吧。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把我拉进这个局，我帮你找警方协商回顾家，结果你在顾家
天天摔碗骂人，要遗产不捐肾，冷眼看着自家人去死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真的在查真相，还是就是来报复顾家的？记者姐姐，在你们眼里我都是恶人，但在我眼里，恶人另有其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明天你先帮我发布一条新闻，我有录像证明，当年拐卖顾清然的真凶就是顾家人。晚上9点半，我会准时离开顾家，前往电视台，将那盘录像进行公开。到时候，真凶一定有所行动，真相自然水落石出。你疯了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这样做可能会没命。不这样，怎么引蛇出洞？好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身上必须带微型摄像头，全程直播。这样，你要是出了事，至少全网能第一时间看到证据。成交。什么意思？首富千金拐卖案不是已经知道是林老根做的吗？楼上的，你怕是还不知道日记吧？林老根的女儿林穗有一本日记，最后一页提到当年这桩拐卖案是顾家人做的。可林穗那人渣的话又有几分可信？对自己亲妈都能见死不救，能掏出什么真实的证据？林穗，今晚你千万别出事。昨天晚上在门外走廊的人影，终于上钩了。后面有台灰色的车一直跟着，跟了3条街了，要甩掉吗？甩掉，越远越好。他们追不上我们，真相也追不上。加速，别让他们跟上。前面路口准备漂移。他们想让我消失，但真相永远不会被埋葬。加速，前面路口左转，他们追不上。不好，刹车失灵了。原来是个高手啊！穗姐太飒了，爱了爱了。真相终于要揭露了。李博，
你在顾家工作了23年，为什么要杀林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没人指使我。我就是看不惯林穗。自从他来到顾家，把顾家搅得鸡飞狗跳。前段时间逼得顾老先生要捐肾，还叫自己亲妈起病，这种人都不配活着。李伯说的也没错，林穗自从回到顾家，顾家就没一天安宁。可一个佣人就算再忠心，也不至于杀人吧？对啊，感觉好牵强啊。难道背后真的有人指使？在李博房间的床下找到的，里面有一笔匿名汇款，电话联系人最近联系频繁的是一个备注 G 的人。天哪，真的是买凶杀人！如果一切事情按林穗说的推理，简直细思极恐。这个 G 不就是顾姓的开头字母代表吗？那顾清然的被拐卖，真是顾家人干的。李博，你手机这个联系人 G 是不是顾家人？不是。李博，我们都清楚，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。不用审了，我知道这个G是谁。林穗 ，G 是我们刚才新找到的证据，你怎么可能知道他的身份？是啊，林穗，别在这儿捣乱了，打断我们审案。赶紧让他出去。记者姐姐，把光盘拿出来吧。这是林穗在林家老宅找到的，录像里的人和李博手机里的G很可能是同一个人，同一个要买谋杀林穗的人。看完这盘录像，或许你们就知道G是谁了。天哪，是录像光盘！林穗拼死也要公开的那盘录像。我记得李记者当时陪林穗回老宅拿时，看完后脸都白了。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快点放，快点放！小李，去把技术员叫来。啊，快去！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播放录像。好，播放录像吧。真相马上就大白了。不能看！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顾宏远，又是顾家的人！你们顾家人把执法局当成什么了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执法员，录像不能看。执法员，录像不能看。这是审讯室，请你不要干扰公职人员办案。不能看录像，不能看录像啊！顾先生，请你不要大吼大叫，干扰我们办案。就是，顾宏远怎么来拦了？干扰公职人员办案可是大罪。没错，而且为什么拦着不让看？这录像里到底有什么？他越拦我越想知道。我没有干扰你们办案，
我只是不想我女儿受到2次伤害。2次伤害？青然她好不容易才回到顾家，我做了20年的噩梦，终于能睡个安稳觉。林老根那个畜生录的录像能是什么好内容？万一是些见不得人的东西，你们就这样公放，我女儿以后还怎么做人？她受的苦还不够多吗？说的也有道理啊，万一是那种录像，公开播放确实不合适。如果真是那种录像，公放后顾青然还怎么做人？可林穗不是说这是证据吗？怎么又变成那种录像了？青然啊，是爸爸对不起你啊！真装。师傅，这录像咱还看吗？林穗，这录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这录像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东西。李文记者看过，他知道。李文记者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的。李文记者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的。录像我看过，不是顾先生说的那种内容，里面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画面。是啊，李记者亲自看过这录像，如果真是那种不堪入目的东西，他也不可能同意公放。我怎么感觉顾宏远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？顾宏远到底是真为顾青然着想，还是自己心虚啊？既然李文记者都敢做担保，录像不给看更有鬼好吧？好了，既然录像涉及关键人员顾青然，那就请他本人来一趟警局。他看过之后，同不同意放，由他自己决定。我同意。如果是录像带，顾青然应该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吧？如果顾青然都不同意放，那录像肯定不是什么好内容。支持叫顾青然过来。对，支持叫顾青然过来。执法员，不能让青然来啊！看录像是对他的2次伤害啊！我说过了，看不看录像，让他本人决定。小李，去联系顾青然。是。顾先生，请你配合。顾先生，顾青然不来，我们就无法得知真相。还是说你心里有鬼，才拦着不让看录像？顾千女士，请坐。爸，没事吧？顾女士，这盘光电是林穗在林家老宅找到的，她说内容与您当年被拐卖有关。您对这盘录像带有印象吗？不能放，绝对不能放！不能放，绝对不能放！李文不是说录像带不是那种乱七八糟内容吗？为什么顾青然的反应这么惊恐？该不会里面真是那种不堪入目的画面吧？楼上的有这个可能。林老根没死前，估计是想用这盘录像威胁顾青然。可李文记者不是说了吗？录像带不是那种内容啊，所以这录像到底放不放啊？反正这录像不能放，求你们了。青然，别怕，爸在这儿，爸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如果是涉及顾青然隐私的内容，就不该公开。
果然没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子女。顾宏远这么疼人的爸，请给我来一打。顾清然都被林老根整的 PTSD 了，林穗这魔鬼能不能放过他妈妈？妈妈，既然你说不能放，那你告诉大家，这录像里到底有什么？录像你看过吗？没看过，那你凭什么说不能放？如果看过，那你告诉大家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够了，林穗，你是想强逼清然他同意吗？你连里面有什么都说不出，就喊不能放。妈，你到底是真的怕被伤害，还是怕里面的真相公之于众？顾女士，既然你说不出光盘的具体内容，也说不出不放的理由，那我只能依法公开播放这盘录像带了。这背影怎么越看越熟悉？3人，顾家除去顾清然，刚好就是2男1女。那女的身上穿的是高奢定制款吧？看着身形，不就是顾婉华吗？看录像右下角的时间显示，2001年，那不正是顾清然被拐的第1年吗？我操！鬓角花白，说明为首的男人有一定年纪了。这男人的侧脸轮廓好像顾宏远，真的像。如果为首的是顾宏远，那身后的2人不就是顾明堂、顾婉华？不会吧？天底下轮廓身形相似的人多了去，凭什么就一定是顾宏远一家？哎呀！还真是顾婉华和顾明成。前面为首的男人都不用盲猜了，绝对是顾宏远。他们3个来林家村干什么？行事作风还这么偷摸。我操！真是顾宏远啊！为什么他会带着顾明堂和顾婉华见林老根？林老根这个态度真的很难让人不怀疑他们是在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妈的，难怪那人死活不肯放录像，合着这录像不是什么正经片，而是他的罪证。他们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。我现在想想他们之前那些虚情的嘴脸，就觉得恶心。不可能！顾宏远，这一次我倒要看你怎么解释。
顾先生，关于这盘录像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当年为什么带着顾明堂和顾婉华跑去林家村见林老根？顾先生，关于这盘录像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当年为什么带着顾明堂和顾婉华跑去林家村见林老根？我承认，当年确实去过林家村，可那是因为我动用所有人脉查到清然可能在林家村。我作为父亲，想第一时间见到自己女儿，这有错吗？可我去林家村也并未只见了林老根。当年我挨家挨户地询问清然的下落，甚至不惜花费大量资金，只盼他们林家村的人能够在清然的第一时间上报给我。可我们这段寻亲视频竟然被林穗当成指证命凶的证据。顾明堂，是这样吗？是啊，当年父亲在查到二妹下落时，第一时间就带上我们前往林家村。我和婉华之所以在录像里显得警惕，那也是怕打草惊蛇。万一拐卖清然的凶手见到我们在找清然，把清然又送到其他地方。我们盼了20年，找了20年，如今却被一段没有声音的录像这么构陷。穗穗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真是难搞，一段没有声音的录像，各有各的说辞。录像没声音，确实不能证明顾宏远就是真凶。不是在查李博行凶案吗？怎么又变成找顾清然被拐的真凶了？林穗是不是有病？非揪着顾家人是真凶没完了是吧？我交代，我全都交代。其实既不是顾家人，是恒利集团的关总。什么鬼？关总？哪个关总？恒利集团，那不是顾家的竞争对手吗？怎么又扯出来一个人？这案子到底有几层啊？我真是搞不明白了，这案子怎么像叠罗汉，一套又一套？李博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因为受了顾家20多年教诂，就胡乱指认无辜的人。我没有乱指认，就是关总抢了他的生意。关总妈在知道这件事后气急攻心，当场脑梗复发死了。关总找到我，要我让顾总也尝尝痛失亲人的滋味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林穗下手？因为明明之前在顾家最受宠的是我孙女，可自从林穗回来后，所有人都偏袒她、宠她，哪怕她做了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你们眼里还是只有她。凭什么？坐下！李博，你糊涂啊！李博，你说的情况我们会去核实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将以故意犯罪正式批捕你。造孽啊！既然李博已澄清真相，那我们……既然真凶已陈述事实，我们决定……你们还真是可笑！摆在眼前的证据不相信，却相信一句拙劣的谎言。既然真凶已陈述事实，我们决定……看来李博还没说实话，林穗这话，倒还真印证了我的猜想。李博就是在撒谎。林穗，你说李博撒谎，那你有证据证明他在撒谎吗？证据？
录像带的内容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其实我也不信李博那套说辞，真的不合逻辑，好吧？够了，穗穗，你今晚出车祸伤了额头，不要再说胡话，干扰人执法队办案。姐，你别胡闹了，我们先送妈回家吧。我清醒得很，李博有没有说谎？你们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修复这段视频。当大家听到他们聊的是什么，自然就知道当年的真相了。够了，林穗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跑出来差点遇害，已经给李记者和执法队添很多麻烦了。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没胡闹，证据就摆在眼前，您为什么就是不肯看一眼？不要再说了，现在就跟我回家。这么急着拉我走，怎么被我说中心虚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我只是觉得真相已经很清楚了。你受伤了就快点回家休息，别在这胡言乱语，给人添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次想站林系这边。我也是，从卷库清然从阻止看录像带开始，到刚刚急着拉林系离开的动作，都很不对劲。楼上两个别发疯了，你们是被林穗给洗脑了吧？可林穗从当初灵堂到现在，拿出的每样证据都被打脸了。其实，林穗说的也有道理。为了公正起见，这段录像我让技术人员加急修复。不想！我的意思是，修复音频会对清然造成2次伤害。上次医生有说过。清然现在再也经不起任何刺激了。林老根那些年的折磨，对他来说，如今再听见那畜生的声音和动作，无异于对他又是一种折磨。爸，谢谢你。队长，被折磨的那20年。我真的不想再回忆一遍了，包括那个畜生的声音。唉，一开始我以为顾宏远那么激动是因为心虚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顾清然也太惨了吧，折磨自己的畜生死了，可畜生的后代仍不肯放过他。可我觉得林穗说的没错，顾宏远前面自己也说这是寻亲视频，就算顾清然不想听见那畜生的声音，大可以捂住耳朵，但不能妨碍执法人员听啊。赞同楼上，不想听可以在门外等候，但执法人员修复音频也是为了公正啊。穗穗，你妈妈受了那么多苦，你就不能体谅她一次吗？如果录像真的只是寻亲，有什么不敢让人听的？林穗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死才甘心？妈，姐估计是脑袋撞糊涂了，再说气。林穗，安静！经过我们刚才的商量，录像必须送去技术科修复。至于顾清然女士，在录像播放期间，可以安排至另一间等待室静候。录像音频已修复，谢谢。顾女士，请您先到隔壁等候室坐一会儿。妈，我们先去隔壁坐着吧。
穗穗，外公再问你最后一遍：一旦音频公放，结果要是并非你说的那样，你知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后果？顾宏远什么意思？难道音频真的如他说的那样，只是寻亲？看顾宏远的态度，该不会知道林穗又和上次笔迹鉴定一样，喜欢睁眼说瞎话？不应该吧？林穗能拿命豁出去保护的录像，应该不会耍人。别猜了，等会儿音频一出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顾总，我要面对什么样的后果，不需要你操心。何况我知道，这段录音一旦公开，你们这群邪恶的魔鬼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录音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播放。执法员先生，开始吧。顾老板，上次您拜托我寻找顾清然的事儿有下落了。这音频怎么回事？你看，我就说林穗又是在作妖。为什么真有人蠢到相信林穗能拿出狗屁证据啊？现在林穗审房东功能只是胆子变浅，又能信任，这你说我踏实看穿这么个证据了吗？合着林穗脑子有病，豁出命护着的陆地是个寻亲证据。顾宏远是真造孽，林穗一次又一次的污蔑他，居然忍得住没揍。穗穗，外公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污蔑自家人。林老根到底给你灌输了什么思想，才会让你一遍遍觉得外公是凶手？这段音频很明显被你们用 AI 篡改了。又来了，每次被拆穿就甩锅给别人，疯了吧林穗？说录像有真凶证据的是他，证据修复被打脸的也是他。顾老板，上次您拜托我寻找顾清然的事儿有下落了。可能。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怎么回事？我就去上个厕所的时间，回来顾清然就撞墙了。我操！顾清然为什么撞墙？救命啊！今晚林穗大难不死，可顾清然怎么突然撞墙自杀啊？为什么会撞墙？我现在是真不明白顾家这案子到底咋回事了。林穗拿了盘寻亲录像当证据，顾清然受不住刺激就撞了。林穗呢？他妈撞墙自杀的时候他在干什么？菩萨保佑，顾清然一定要没事。好不容易回顾家享福，可不能再出事儿了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伤者颅骨骨折，颅内大出血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抱歉。妈！顾清然真的死了，被自己亲女儿逼死了。林穗，你出来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
顾清然熬过了20年虐待，没熬过亲生女儿的诬陷。林穗，你这个恶魔凭什么还活着？死的人应该是你。林穗，如果我知道帮你公布录像带会害死顾清然，我一定不会同意。我的穗穗呀，你怎么就想不开呢？爸好不容易将你找回，你怎么就离开了？妹妹，你太傻了，再难都有我们陪着你，你为什么非要想不开呀？对不起，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你。真是可惜了，好好的首富千金，好不容易寻回来，结果自杀了。要我说，林穗那个人渣就该千刀万剐，逼死自己亲妈，死的为什么不是他？如果不是林穗非要播放那个音频，顾清然何至于被再揭伤疤，想不开自杀？这场闹剧，是时候该有个了结了。顾总老了10岁，头发全白了。林穗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。林穗就该下18层地狱。我赌这次顾总一定会把林穗赶出顾家。顾总，请问对于顾清然的突然离世，您怎么看待？做父亲的，没什么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痛。只是清然，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？爸爸甚至都没能好好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是爸爸没用，是爸爸让你在林老根那里搓磨了太多年。顾总节哀。林穗，你看看，你外公到这时候都没骂你。好不容易寻回来的女儿却被外孙逼死，为什么不将林穗抓起来枪毙？这种人还留在顾家干什么？网上有一种看法，认为是林穗坚持公开录像音频，才逼得顾清然情绪崩溃撞墙自杀。请问您认同这种看法吗？以前我一直觉得亲人之间不应该互相指责，所以对林穗一次又一次的无理取闹我都忍了。但他这次逼死的是我女儿，是我20年来日日夜夜都在找的女儿。他拿一段没声音的录像，非要证明清然被拐是我害的。音频修复公放了，我劝告他不听，放了音频他又说是我篡改的。现在清然死了，他满意了吗？顾宏远这是彻底不忍了，忍了这么久，被污蔑了这么久，顾总第一次发火。顾宏远要再不发火，我都觉得不正常。支持顾总的所有做法，支持把林穗抓起来枪决。顾总，您认为林穗应该为顾清然的死负责吗？未成年不是他作恶行凶的保护伞。那您打算怎么处理林秀这件事儿？当初他重回顾家，我想着他总归是个孩子，只要我们顾家用心相待，他一定会想明白。可我等来的却是他逼死了清然，一个连亲妈都能逼死的贱种，顾家断不可能再留。顾总骂得好，这种人就该赶出去。等等，贱种这个词从顾总嘴里说出来，有点违和啊。有什么违和的？女儿被逼死了还不能骂两句？顾总忍了多久了？就是那种人渣不骂留着过年吗？顾家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从今天起，林穗不再是顾家的人。
第2场，你确定没骗我？记者姐姐，你愿意帮我吗？走走走，连自己亲妈都能害死的人，真是晦气。我操！见鬼了！他怎么又开直播了？他怎么还有脸直播？逼死亲妈还不够，还想干什么？等等，这是在顾家门口，他被人扔出来了。扔得好，顾家终于硬气了一回。看顾宏远这个举动，顾家估计是打算只要这个外孙了。林岩留在顾家挺好的，跟着林穗那种姐姐能有什么出息？林穗活该。林穗，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，从今天起，顾家只承认林岩是顾家唯一的孙子，而你林穗不配。林穗，从前我们只当你是受林老根蒙蔽才这样，现在看来，一个流着拐卖犯血脉的孩子就是天生恶种。林穗，我们顾家已仁至义尽，从此你与顾家再没任何关系。林穗终于被赶出顾家了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林岩才是顾家的血脉，林穗就是个流着林老根血脉的恶魔。哼，活该！逼死亲妈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啊！骂得好，顾总霸气！正合我意。他说什么？正合我意？被赶出家门，他说正合我意？这女的是不是真的疯了？林穗这副鬼样看得我害怕，她是不是还想整幺蛾子？怎么又推给我了？林穗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？等等，这是顾家客厅，谁开的直播？你们看墙上，遗像撤了，顾清然昨天才死，今天就撤了。这是顾家，顾清然不是昨天才死吗？怎么一点丧尸的样子都没有？不仅白布全撤了，连遗教都不见了。他们怎么在笑？昨天不是还哭得站不起来吗？我操！顾家人是都有精神分裂吗？那个贱人生的孩子终于死了，哼，还想跟老子斗？下辈子吧！顾宏远说什么？贱人生的孩子？他之前不是一直说顾清然是他掌心上的宝贝吗？昨天还在镜头前哭得站不起来，今天说终于死了。是我疯了，还是顾宏远一家子都有病？是啊，爸。如今顾清然已死，林穗被赶，林岩也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，整个顾家再也没人能威胁您。可不，当初林老根一死，顾清然那贱人就找记者开直播，我们想不练身都难。我的天，顾宏远一家原来才是披着羊皮的狼，合着林穗不是有病，有鬼的真的是顾家人。可怜顾清然，以为自己终于回到真心待自己的家里，结果等等，如果这才是顾家人的真实面孔，那林穗从始至终说的都是真的。顾宏远的卧室怎么有种瘆人的感觉？
今晚的直播氛围，我怎么感觉有种看鬼片的感觉？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我操！是顾清然！不可能！顾清然死了，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幽灵，闹鬼了！顾清然的鬼魂来了！妈妈，我刷到幽灵直播了。你怎么？你不是死了吗？顾宏远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当年要将我卖进山？20年前，你娶了我妈，才成为有钱人。可你却出轨秘书，为了不让自己净身出户，就买凶杀了我妈。你怕我报警把我卖进深山，20年，整整20年的监视，顾宏远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亲手买凶杀了自己的妻子，到头来还要将女儿卖给人贩子。顾宏远，我说错了，你才是那个杀人凶手，畜生不如！原来林穗真的没有说谎。我们都冤枉他了。谁让你妈那个贱人撞见我出轨，还要我净身出户？不杀他，死的就是我，而你也该死！杀害妻子，卖女，我的天，顾宏远真是个披着人皮的禽兽！原来顾宏远才是真正的恶魔。林穗，对不起，我们骂了他那么久，原来他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。顾宏远，你终于说实话了。贱人，你敢设局害我！顾宏远，你输了。妈，天终于亮了。穗穗，对不起，这段时间让你承受了那么多。妈，姐，终于结束了，是吗？我们赢了。我都交代，当年顾清然的妈妈撞破了我的奸情，我害怕被净身出户，于是便先下手为强。后来，
顾清然查到了他母亲真正的死亡原因。我害怕自己经营多年的好名声毁于一旦，便设计让林老根拐走他。为了防止他跑掉，我让林老根装了无数个摄像头，为的就是确保顾清然仍在林老根身边。李博对林穗的灭口，也是我指使的。顾明堂和顾婉华其实并不是你在外领养的，而是你和秘书的私生子。是。原来这就是林穗说的真相，果真骇人听闻。现在想想，林穗还真是以身入局，称赞了这么久的企业家，竟是个人面兽心的恶魔，真是瞎了眼。所以女人不能下嫁，更不能扶持凤凰男。顾清然的妈要是当年找个门当户对的，也不至于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。顾宏远因故意杀人罪、拐卖妇女罪、诬告陷害罪等数罪并罚，被判处终生监禁，不得假释。顾敏堂和顾婉华也依法处决。这里是总台电视台。经过官方和媒体的共同努力，横跨20年，涉及多条人命的顾家系列案件，今日正式结案。下面，请本案的核心当事人林穗、顾清然发言。10岁那年，我无意间听到了林老根和顾宏远的通话。我和妈妈、弟弟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蛰伏。这些年，我做了很多在大家眼里觉得十恶不赦的事儿，骗过了所有人，差点连自己都要信了。可我知道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顾宏远永远不会露出破绽。穗穗一个人扛下了所有骂名。他在灵堂被砸东西时，我差点演不下去，但我必须忍住，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也是穗穗拼了命换来的机会。我想，我们所有人都欠林穗一句对不起。妈，我们回去吧。我叫林穗，是妈妈被拐卖生下的女儿。10岁那年，我知道了妈妈被拐的真相，自此开启了漫长的筹谋布局。贱人，你是老子花3000块钱买来的贱骨头，老子要你陪谁睡，你就得陪谁睡，不听话，老子打死你！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让你报信儿！我让你报信儿，让祖宗好好看看我林家出了个白眼狼！爸，妈要跑了，你快来啊！快来啊！妈的，这贱人还敢跑！快抓住他们！敢跑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有些故事总得写下来。2021年，一场长达20年的黑暗终于消散。自此，我和妈妈、
弟弟，只有未来可期，没有病痛折磨。